法治故事耐人寻味，不容错过。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用这句话来形容何月娟的人生，这是一点都不为过。1972年初，28岁何月娟经人介绍认识了在福建支边工作的上海人周涛。在短暂的花前月下之后，两人举行了婚礼。婚后虽然两人分居两地，他们都信守着当初的承诺。那年何月娟生下女儿青青。坐月子时，周涛特地请探亲假赶回上海，悉心照顾妻子和孩子。事实上，周涛连换尿布喂奶他都亲力亲为。这样的日子让何月娟陶醉了，她从来不曾想过这样甜蜜的婚姻有朝一日也会出礁。日子一天天继续，10年时间在相聚和别离中慢慢过去。或许妻子的心是最敏感的，何月娟感到丈夫渐渐有些心不在焉了。有次回家探亲，周涛竟提前返回福建，理由是单位有事，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何月娟的猜疑很快被证实了。1982年春节，周涛和往年一样回上海探亲。分开了1年，何月娟特意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团圆饭。酒过3巡后，周涛有些得意忘形了，说：大娟，我生杨梅疮了。何月娟以为周涛在开玩笑，要知道杨梅疮那就是梅毒啊。在那个年代，若是丈夫板饭，好端端的怎么会得梅毒这样的性病呢？这个病可是会传染的呀。可周涛呢，越说越收不住了。福建那女人真好，比我小17岁。你和她不好比，毕竟你生过小孩了，而且那女人不嫌我有小孩。此时何月娟才真的相信，丈夫身边还有一个叫林慧的福建女人，而这个事实竟然是丈夫亲口告诉自己的。何月娟顿时觉得像被人迎头浇了盆冷水。夜里，周涛想和何月娟亲热，何月娟脸色铁青的用力将周涛一推，眼泪滚滚的流下来。周涛见状，意识到自己酒后失言，马上发誓说：我一个男人在外头很孤独，只要把我调回上海，咱俩厮守一辈子。在外跌打滚爬了多年的周涛是了解妻子的，这句话也确实打动了何月娟的心。接下去的日子，何月娟四处奔走，向各方领导说情祈求。终于在第2年夏天，以照顾特困户名义，成功帮助周涛调回上海工作。何月娟本以为自己的深明大义会让这一段难堪的情事到此为止，丈夫回来了，一切也该归位了。但是却没有想到，丈夫已经迈出了这一步，哪里会甘心突然收手。周涛调回上海后，何月娟本应该把心放下了，可她感到自己的生活悄悄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先是周涛经常在晚上外出，在夫妻生活方面，周涛也不像以前那样热情了，还时常嫌弃她身材臃肿。这些都让何月娟疑窦丛生。这天，何月娟特地请假在家，她想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私家电话，如果一个男人真有二心，多多少少总会在家里有些痕迹。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翻箱倒柜，终于在五斗橱的最底层发现了50多封信和一张丈夫与年轻女子的合影。
要是这一切还只是个猜测，何月娟可以自己安慰自己。但当这一封信摆在面前时，当看到白纸黑字写着共修100年之好时，何月娟彻底崩溃了。周涛下班回家，一进门被何月娟的痛苦的神情吓了一跳。当他看到地上一片狼藉的书信时，一切都明白了。晚上，何月娟经过内心的挣扎，终于下决心对周涛说，只要你和林慧断绝往来，我们就还像以前一样。何月娟万万没有想到，她的宽容并没有换来丈夫的回头。周涛似乎早有准备，用肯定的语气说，算了，林慧已经跟我回上海了，我们离婚吧，只要你答应，要钱我给。刹那间，何月娟觉得似乎整个世界都离她远去了。她好不容易定住神，颤着声叫道，不离，死也不离。她从来没想过要离婚，对何月娟这样一个传统的女人来说，离婚是件多么不堪的事情，这让她如何面对家人，面对女儿啊？然而这层纸一旦被捅破，周涛便少了许多顾忌，索性和何月娟分房睡了。之后随着一次次离婚请求被拒绝，周涛渐渐失去耐心，变得越来越暴躁。最让何月娟难以忍受的是，周涛经常让林慧到家里来，似乎刻意挑战她的底线。一天晚上，周涛竟然当着何月娟的面放肆地对林慧说，那么晚了就不要回去了。那天林慧便在周涛房间留宿，而何月娟则和女儿睡在另一个房间。一整晚，何月娟和女儿都能听见隔壁房间发出的放荡叫声，实在是太刺耳了。女儿根本睡不安稳，用稚嫩的声音问何月娟，妈妈，那是什么声音啊？天哪，这让何月娟该如何回答呀？她紧紧抱着女儿，泪水夺眶而出。第二天早晨，何月娟质问周涛，让我难堪就算了，为什么非要把孩子也害了？周涛眼睛瞪得通红，指着他的鼻子一字一句地说，是你逼我们的，你再不同意离婚，还有更狠的，我们走着瞧。说完，周涛带着林慧摔门走了。何月娟怔怔地站在那里，愤怒和悲哀冰冷地在胸中翻滚。此后，周涛带林慧回家过夜的次数越来越多，常常会故意发出淫荡的声音。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这都是一种难熬的酷刑啊。然而即便这样，传统的婚姻观念依然深刻在何月娟心中，她坚决不接受周涛的离婚要求。她始终觉得丈夫是被小女人勾引了，迟早是会回头的。何月娟的容忍并没有让丈夫有一丝的醒悟，已经被小女人迷昏头脑的周涛见转的不行，居然丧失理智的变本加厉，开始对何月娟进行了长期的摧残。1986年夏天的一个深夜，喝得醉醺醺的周涛从外面回来，进门后，周涛又开始老话重提，离婚。何月娟斩钉截铁地说，休想，你还有没有一点廉耻？何月娟的话一下子激怒了周涛，他嗖地起身，用力揪住何月娟的头发，把她拖到马桶边，
强行把他的头按住马桶。给我喝下去，你个送上门没有人要的贱货！何月娟忍着阵阵恶心，两手死死撑住马桶边沿，哭着哀求：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可这些话，周涛若是能够听得进，也就不会这样丧心病狂的折磨自己的结发妻子。听着妻子的哀求声，周涛反而更加用力了。突然，啪的一声，马桶翻了，屋内屎尿横流，臭气熏天。周涛并没有就此罢手，反而又抡起拳头往何月娟的下身、胸前狠命的捶打。在一阵歇斯底里的发泄之后，周涛又猛地拉掉遮挂着的窗帘，带着报复的快感嚷道：你睡呀，我叫你睡！瘫坐在地的何月娟在女儿的搀扶下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忍着疼痛搂紧女儿，钻进了被窝。看着何月娟蜷缩在被子里的样子，周涛似乎还不够过瘾，他一步一步走到窗前，钻进了何月娟和女儿合睡的被窝里。羞辱交加的何月娟吓得面孔煞白，女儿已经那么大了，睡在身边像啥样子？可这一声声的苦苦哀求对周涛丝毫不起作用，他大声训斥女儿：转过去，大人的事也不许干。话音刚落，周涛便惨无人道地强行蹂躏了何月娟。夜静悄悄的，那一晚何月娟一分钟也睡不着。其实残酷的事实已经让她看清了丈夫那颗冷酷的心，但是她是一个母亲啊。想到几天前和女儿的对话，何月娟决定继续忍下去。那天吃晚饭，女儿突然放下手中的筷子，祈求地看着何月娟说：妈，同学都笑我被爸爸抛弃了，连校服也买不起。看着面色蜡黄的女儿，何月娟一阵心酸。女儿似懂非懂的样子让何月娟感到无比的凄凉。见何月娟如此软硬不吃，周涛决定动用最后的杀手锏，起诉。接下去的半年里，周涛先后2次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离婚的理由是感情破裂。面对丈夫如此绝情，何月娟一次次在法庭上悲情地驳斥：我们还有感情。2次开庭，在何月娟的家人、李委干部的作证下，法院均驳回了周涛的离婚起诉。善良的何月娟把孩子当成了自己唯一的信念，她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尚在读初中的女儿。起诉期间，幸好娘家离得近，还能帮着她照顾下女儿。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偏偏就是他最疼爱的女儿给了他致命的一击。一天下午，何月娟临时请假回家，刚踏进家门，她立刻感觉气氛有些异样，房间里怎么会有异样的响动？难道周涛又带林慧到家里了？何月娟迫不及待地推开房门。当门被推开的一瞬间，何月娟惊呆了，映入眼帘的竟是女儿青青与自己的弟弟何月强一丝不挂地纠缠在一起。你真是个禽兽不如的东西，她还是个孩子啊，还是你的外甥女啊，你怎么做得出这种事情？面对何月娟一连串的质问，何月强没有回答，逃也似的离开了。
那一刻，何月娟真想一头撞死，自己怎么摊上这么一个弟弟？一直游手好闲也就算了，怎么竟会如此的禽兽不如？在何月娟的再三逼问下，14岁的女儿青青哭着说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原来这些日子，何月娟和周涛为离婚的事情无暇照顾女儿日常起居，而这期间，何月强3天2头来看望青青，还常常带来女孩子喜欢的小玩意儿。渐渐的，缺少关爱的青青把这个舅舅当成了最亲的人。一次，何月娟在单位值班，何月强来看青青，还特意买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发卡。青青爱不释手，高兴的把发卡别上又取下来，过一会儿又别上去。看他高兴的样子，何月强趁机说：“喜欢就亲亲舅舅。”何月强无耻地牵着青青的手放在了自己的嘴巴上。青青哪里知道舅舅内心隐藏着的邪恶，他听话的在何月强的脸上巴巴地亲起来，瞬时感情冲破了伦理的闸门。何月强双手紧紧抱紧了青青瘦弱的身体。事后，何月强哄骗着青青说：“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不要告诉任何人。”还拿出10块钱让青青买点喜欢的东西。而年幼懵懂的青青，没有人跟他讲过人伦长纲的知识，面对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居然稀里糊涂的听信了舅舅。从那以后，何月强常常给青青送好吃的饭菜，给他买零食，哄得青青开开心心。可怜的青青在这样的生长环境下，竟然甘心地接受了自己舅舅的罪恶摧残。听完女儿的叙述，何月娟几近疯狂又几近绝望。何月娟并不是一个勇敢的女人，她的内心在不断挣扎。如果站出来指证自己的弟弟强奸幼女，那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但如果不指证，岂不是纵容了弟弟犯罪？将来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更加难以收场的结果。最终，在领导和朋友的帮助下，何月娟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依靠法律揭发弟弟的罪恶。做出这个决定后，何月娟把女儿叫到面前，语重心长地把道理分析给她听。女儿青青听完后，扑到妈妈怀中，哭着说：“妈妈，对不起，我错了。”何月娟心酸无比，抱着女儿痛哭流涕。一切事情比何月娟想象的要更加的艰难。当她把决定告诉家人后，遭到了一致反对。弟弟是有错，但如果你告了，他一辈子就毁了。看着情人们一张张反对的面孔，何月娟悲痛万分地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母亲的感受？”理应最支持他的家人，却没有一个支持他。几天后，当公安局根据被害人陈述以及妇幼保健院出具的诊断书等，认定何月强强奸犯罪事实存在，实施逮捕后，家里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都和何月娟反目成仇了。而众叛亲离的后果，就是在周涛第3次起诉离婚时，家里没有一个亲人再愿意站出来为何月娟作证。1989年底，这段婚姻走到了尽头，周涛如愿地拿到了离婚证书，而何月娟也已经心灰意冷。好，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